站住！抓到你打断你的腿！去那边堵他！一个小丫头片才敢逃！宝儿，快点！前面有马车，去抱那个书生的大腿。宝儿跑不动啦！快！那书生长得端方，家里定是好人。哥哥救命！坏人要抓宝儿找不到爹娘了。小妹妹，你这是……哥哥，求求你！坏人要把我卖进楼子里，宝儿好怕。坏了！师傅，快走！子月兄，这去府城考个院士，怎么还带回个特产？这小姑娘生得跟画里走。莫要胡说，分明是遇险受惊的孩子。宝儿，我精力耗尽了，后面你自己要小心。小妹妹，你家在哪儿？若是不远，我租车送你回家。宝儿不知道，人贩子关了我好几天，坐了3天马车才到府城。我家肯定不在庆安府。那宝儿要不要先跟哥哥回家？等以后找到你爹娘，哥哥再送你回去，好不好？真的可以吗？哥哥的家人会不会讨厌宝儿，觉得宝儿是个吃白饭的大负担？怎么会？来，爬到哥哥背上来，哥哥带你回家。哥哥真好，宝儿以后一定会报答哥哥的。子月呀，可算回来了，考得咋样？儿子，这小丫头是咋回事？你从哪儿捡了个孩子回来？嘘。三叔回来了，给我带麦糖了吗？三叔，府城好玩不？停，别拽了。娘，快出来！三叔给我们买了个妹妹回来。哇，真的是妹妹！三叔真好，我们有妹妹了。嚷什么嚷？把妹妹吵坏了，老娘揍剥你们的皮！娘是真的，妹妹是真的。去一边玩去。小宝贝，叫啥名呀？家是哪儿的？宝儿叫宝儿。娘，宝儿是被拐来的，家隔得远，咱们眼下没银子帮她找亲人，我想先养着她，等日后有机会再带她寻爹娘。可怜的孩子，这几天受大罪了。这丫头跟咱们有缘，以后就是咱老穆家的宝贝闺女。娘，把宝儿记在老大名下，我来做她娘，当亲闺女疼。凭啥给大嫂？娘你偏心，我也要给宝儿当娘。你们4个臭小子皮得跟猴一样，小的才刚学会走，你顾得过来？咋顾不过来？我都生4个臭小子了，做梦都想要闺女，这回死都不让。宝儿，给大嫂给娘当闺女好不好？娘啥好吃的都留给你。娘，哎，娘的乖闺女。娘偏心，我也想要娇滴滴的小女娃啊。宝儿，这是你爷。爷爷。哎，好孩子，拿着，买糖豆吃。爷给的拿着，等货郎来买糖。好啊，你个老东西，居然还敢藏私房钱！哎呦，痛！老婆子松手！这是你爹。好闺女，爹明天就去城里扛包，挣钱给你买肉吃。宝儿不吃肉，爹爹辛苦，不要去城里。咱得吃肉，还得穿新衣服呢。这是二叔二婶。宝儿好啊。宝儿买头绳带，便宜大嫂。二叔二婶。这是三叔。来，叫三叔。三叔。妹妹，哥带你去村里遛弯，让大壮他们瞧瞧，咱妹最漂亮。去镇上田屠户那儿买点肉，傍晚能便宜。宝儿第1天来，得吃顿好的。好嘞，娘，我这就去。木头哥，咱们明天上山玩好不好？不行，山上最近有大野猪，爷奶不让去。野猪？走啊，大壮家还没去呢。宝儿别急，等会儿回去找三叔，三叔准能带咱们上山。真的可以吗？那当然，三叔是读书人，爷爷奶奶最听他的话。走，哥带你去河里抓大鱼吃。快，我看见鱼了。哥哥小心，宝儿给你们呼唤经理送运气。鱼都藏哪儿去了？鱼儿快点来，鱼儿快点来。藏哪儿去了？鱼，大鱼，好多大鱼跳出来了！快，直接用竹篓捞。河里有鱼，好多鱼。三哥，快跑回家叫爹和二叔，晚了别人要抢啦。好，我这就去，看好妹妹。怎么这么多？三叔，宝儿和哥哥是不是特别能干？宝儿和华僧都特别能干，没有咱宝儿，他们可抓不到这么多大肥鱼。那三叔，咱们明天去山上好不好？行，宝儿想去，
咱们就去。三叔答应的这么快呀？傻丫头，我是你三叔，不对你好对谁好？走，回家吃鱼。吃鱼喽，吃大肥鱼喽！这咋这么多？村头那小破河能出这么多大鱼？全搁河里捞的，我让华柏去追二嫂了。那这么多也吃不完，不行，我得去买点粗盐回来。坏了，跑太急，忘了拿铜板。粗盐腌鱼，别让猫叼了。走，娘带你睡觉去。娘，这是宝儿的屋子吗？对，你四叔搬去跟你哥哥们挤着住了，这里专门腾给你住。娘，我还是跟哥哥们去挤吧，不能占四叔的屋子。傻孩子，你是咱家的小宝贝，哪能跟那些臭小子挤？这被褥硬了点儿，等你爹去城里挣了钱，娘买新棉花给你缝个软乎的。时势善人，现在的身份才是你这一世该有的命格。日后你的魂魄会受身体影响，性格渐同孩童，16岁方可挥。变成小孩子，我要是变成熊孩子了，可怎么办啊？妹妹，妹妹醒啦，娘炖了好多鱼，咱们吃鱼去。来，哥扶你下床。宝儿饿坏了吧？快坐下开饭。太香了，咱过年都没吃的这么好。大嫂，你看这胎记像不像只蝴蝶？还真像，活脱脱一只小粉蝶。别看了，这孩子太瘦了，路上肯定没少吃苦。瞧这皮肤底子细白，原本定也受宠的。明天去城里绣坊领点绣活，多挣点铜板给他补补。成，咱俩一道去。嘘，娘，宝儿要自己睡，咱们别吵醒他。胡闹，孩子哪能自己睡？明儿得给这屋换新纱帐，可不能让蚊子咬坏了。醒了，三叔带你去洗漱。谢谢三叔。过来，看，妹妹都洗得干干净净，咱俩也去洗。我先洗。奶，宝儿吃不完，分给哥哥们吃。哎呦，我的小祖宗，你身子骨弱，快吃了补补。妹妹快吃，吃完三叔带咱们上山抓宝贝。姐姐吃胖胖，吃胖胖好看。宝儿多吃。宝儿，准备好了吗？团团保佑，今天一定要找到大宝贝，卖多多的银子给家里盖房买肉。子月，这哪来的俏丫头？是我大嫂远房亲戚家的独苗，双亲没了，送来咱们家照看。哎呦，这小模样长得可真俊。三叔，咱抓野鸡去呗，给妹妹炖鸡汤补身子。抓兔子，我娘做腊肉丁可香了。我想采蘑菇。行了，消停点儿。三叔，走这边，前面肯定有大宝贝。好，宝儿说有宝贝，咱们就走这边。三叔快看，野鸡爪子卡石头缝里了。太棒了，今晚有鸡肉吃喽！都是妹妹选的路好，要不咱哪能捡着这便宜？抓兔子，三叔，咱们再去抓兔子。好，那宝儿，我们现在走哪边呢？我们走这边，跟着妹妹走准没错。蘑菇，好多蘑菇！这蘑菇跟野鸡一起炖最鲜，宝儿真是咱家的大福星。三叔，咱们挖点这边的土带回家好不好？要这土做什么？带回去种，没准咱家院子里也能长出好多蘑菇呢。
滑柏，拿小铲子挖半筐带上。三叔，等回家我把蘑菇种上，让三叔天天都能吃上。行，三叔等着。走吧，往里再走走，看还能遇上什么。不好，是野猪，快跑！三叔，朝这边跑！快，大家从石缝钻过去，这缝小，野猪进不来。三叔，野猪被卡住了，拔不出来啦！咱们宝儿真是个小福星。三叔，这大蠢猪得有好几百斤吧？能卖好几两银子。三叔，有了银子，娘和婶娘是不是不用熬夜做绣活了？爹爹和二叔也不用去城里干重活了。对，到时候让他们天天在家里给宝儿做好吃的。三叔，咱们用木棍戳他屁股，让他多折腾折腾。你这坏丫头，不过这主意绝了，戳他。歇一会儿，等他缓过来，咱再戳。宝儿，咱们去抓兔子吧，我娘做的腊肉丁可香了。抓到了！兔子，腊肉丁儿，今晚吃肉肉喽！我娘做的腊肉丁，兔子肉炖进去，连骨头都是酥的，晚上我能扒3碗饭。这山里蚊子也太毒了，嘿嘿，蚊子都不咬宝儿，宝儿是绝世好体质。嘿嘿，这大猪弄死拉下山，卖不上好价，放着过夜又怕黑熊摸来，要不咱轮流守夜？不行，夜里山深危险，趁他没力气，直接捆牢了砍断拉下山。三叔接绳子，爹，快，我按住他耳朵了。哎呀，老穆家在山上抓着活野猪了，这猪得好几百斤吧，太神了！快扶上车，咱野武进城卖猪去。哎呦，我家宝儿真是天降的小福星。以前你四叔上山连个蘑菇毛都摸不着。奶，是四叔和哥哥们厉害，宝儿就是运气好。娘，做腊肉丁，我要吃腊肉丁。娘，要不把这野鸡和兔子全炖了？炖，全炖了。今天是个大喜日子，全家美美吃一顿。宝儿，快看，奶给你买的新纱罩，今晚不让蚊子欺负咱们宝贝。谢谢奶，奶对宝宝最好啦。奶就你这一个宝贝孙女儿，不对你好，对谁好？这是卖了多少银子啊？刘乡野府里的管事看中咱是活猪，直接拍了5两银子拿走。这比预想的整整多卖了2两。二婶炒的兔子肉好香呀。哥哥，咱们明早再进山找宝贝好不好？不行，明日有雨，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宝贝儿，别耷拉脑袋，明日娘跟带你进城扯布料做新衣服，去不去？去，宝儿跟娘去，宝儿绝不添乱。快睡吧，明早咱们早早出发。娘也早点睡。宝儿，你怎么做梦都在钻研怎么挣钱啊？家里穷呀，三叔买纸墨要钱，奶卖纱帐花光了铜板，娘连新棉花都舍不得买。行啦，知道你是想报答人家，告诉你个超级大好消息，我醒来发现咱们有随身空间啦！空间？是我脑袋里想的那种空间吗？对，我的就是你的，快用意识感觉一下。宝儿，我的本体找到了，以后我再帮你就不会陷入休眠了。真的？那咱们可以在这儿种菜吗？试试呗。等会儿你弄点种子进来。这儿放架子装宝贝，这儿放躺椅，这儿还要放个小火炉煮茶。
下雨了呀，今天还能进城吗？能，宝儿再睡一会儿，醒来雨就停啦。真停啦！团团没骗我。宝儿醒啦，快去洗手。团团，我不想一个人吃独食，大家都在饿肚子呢。等过2天上山，我带你去找最值钱的大宝贝。宝儿，你这孩子。奶，咱们以后天天都能吃上鸡蛋、米饭和肉肉。好闺女，以后咱们全家吃一样的。宝儿，先陪你爹和二叔去铺子送行李，回头娘带你逛绣坊。听娘的。媳妇儿，咱们走小巷，避开人群，走得快些。掌柜的，我们兄弟俩来上工了，今天就能干活。成，后院刚运来一批料子，赶紧去洗泡。媳妇儿，带宝儿逛去吧，路上看着点儿，别往人多的地方窜。大嫂，热闹散了，咱们直接去绣坊吧。那走吧。大嫂，这个工钱高，可花样繁复，一天只能绣出1件。咱这手太粗，做不得细致活儿。娘，拿这个一件虽然才3文，可花样简单，你和婶娘一天能绣2件呢，算下来比那个多挣钱。周娘子，这是你女儿，可真是个机灵鬼。可不，我闺女又聪明又懂事，全家都当宝疼呢。这傻笑的小模样，真是没眼看喽。给，这是你的10件，1件3文，10件就是30文，棉花15文1斤。咱们手脚快些，入冬前定能给孩子们做出新棉衣。那边贴告示了，咱们也凑过去瞧瞧。娘，这告示还能随便撕扯呀？娘也不清楚。大哥，这上面刚刚贴了啥呀？寻人的，估计一贴出来就被相熟的人看见，直接撕了告示，领赏钱去了。娘，咱们拿好绣活回家吧。这可不行，还没给宝儿买做礼衣的细棉布呢。1尺要50文，3尺就是150文，带的钱不够。大嫂，给宝儿做衣服算我一份，这是75文。好妹子。欢迎下次再来。娘，咱们去前面的集市看看吧。来，宝儿趁热吃。哇，太好吃啦！娘，我吃不下了。婶婶，宝儿只有2文钱，能买6个肉包子吗？能，太能了。来，拿着。宝儿下次多带钱来。婶婶人这么好，今天一定会拥有最好的运气。今天生意真好，半天就卖完了。醒了，洪文醒了，郎中说醒了就没事儿了。醒了，真的醒了。娘吃，婶娘吃，带回家给爷爷奶还有叔叔们一起吃。好，咱宝儿最孝顺，回家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娘，今天啥好日子啊，居然能吃到肉包子。有的吃还堵不上你的嘴，吃你的。有妹妹真好，天天跟过年似的。明天是个好天气，三叔带你们上山玩。好耶！放心吧，明天有我指路，保证能找大宝贝。原来哥哥们起这么早，也是睡不着啊。三叔，咱们上山采蘑菇吧。好，准备一下就出发。娘，我带他们上山转转。早点回来。三叔，咱们先下山把这篓倒了，晒干了留着冬天换粮吃。去吧，注意安全，一会儿在这汇合。
宝儿，你以前是不是识过字？识得，宝儿认识好多字呢。那太好了，等三叔去城里读书，给家里写信，就由宝儿读给爷奶听，好不好？好包在宝儿身上。今天一定要抓鸡抓兔，还要挖出卖我20两银子的大宝贝。那边，哇，妹妹太神了，一棍子就给戳晕了。今晚又有鸡块吃了。不行了，宝儿，往左走。好，左边。宝儿头好晕。饿成这样了，回去得跟娘说，不能再生口粮了。等回了书院，我多接几本抄书的活。团团刚才说往左走。三叔，兔子撞树啦！这也行？好家伙，白捡2只大肥兔！走，咱们宝儿指到哪儿，咱们就去哪儿。宝儿，抬头看，上面有大蜂巢。三叔，树上有个好大的蜂巢。是野生野蜂巢。滑柏，能爬上去不？不行不行，用石头砸，摔下来。我来砸。坏了，蜜蜂飞出来啦！怕啥？有我在，针尖都得打滑。三叔快接，我娘特意让我带的。滑这里还有蜂王浆，全部装起来。天哪，一只蜜蜂都没蛰咱们。上次骑石头他爹砸蜂巢，可被蛰成猪头了。嘿嘿，宝儿说了，咱们今天运气最好啦！走喽，继续找大宝贝去。三叔，你看那是啥动物呀？这是林舍，箭伤流血死的，香囊没毁。宝儿，城里药铺收这个，小块的也能卖50两。50两，咱能吃多少顿肉啊？卖了它，咱家是不是就能顿顿吃饱饭啦？对，以后不仅宝儿吃饱，咱们全家都不饿肚子。哎呦，咋抓了这么多？拿城里卖，这可不少钱呢。奶，咱说今晚炖鸡块吃的，就是抓的可辛苦了。吃，就知道吃。老三明年去考举人要20两银子，不攒钱拿啥考？这黑乎的一坨，林色的香囊，多走2家药铺，能卖到60-70两。老三，这小肉疙瘩真值那么多银子？奶，三叔没骗人，这是宝儿带咱们找的。宝儿说了不想饿肚子，野鸡和兔子不能卖，留着咱们吃肉。不卖，留着给宝儿长身体。老三老四，跟老娘进城，今天就把这香囊卖了，换大米白面去。娘，这是长过蘑菇的土，咱们自家也能种出蘑菇来。行，等娘做完这手上的秀活，就陪宝儿一起种。宝儿，我这空间是用来沉睡的，真不一定能长出蘑菇来。试试嘛，万一蹭到了你的好运呢？爹爹，二叔，你们回来啦！宝儿，快来，看爹带了啥？快来，吃麦芽糖啦！三叔，那个香囊卖了多少银子呀？天哪，70两！来，宝儿看看喜不喜欢，奶在城里给你挑的高枝。谢谢奶，奶对宝儿最好了。傻孩子，是咱们宝儿好，以后咱们再也不饿肚子了，都记好了。是宝儿带咱们找着香囊，咱们才有现在的好日子。是的，宝儿是全家的大功臣。奶，宝儿以后还想顿顿都有肉肉吃。吃，顿顿都吃。娘，明天咱们还能去山上抓兔兔吗？明天可不行，明天娘带你进城买西布做新衣裳，再称几斤新棉花。去买吗？好耶！宝宝明天要早起。娘，绣东西太伤眼睛了，等咱们攒了钱，你和婶娘就别做这个了。好闺女，娘听你的，绣完这阵子就不绣了。甜，娘也咬一口。娘不吃，
宝儿吃。娘，咱们什么时候也给爹爹、二叔还有哥哥们做新衣裳、新被褥呀？很快，等我和你婶娘存够了银子，咱们全家都穿新棉衣，天天吃大块肉。妹妹，这土真能种出蘑菇？能呀，咱们拌上湿木屑试试看。冬天干蘑菇1斤能卖20文，要是种出来，咱又能换大肉吃了。宝儿，冬天种蘑菇得要暖房烧柴，你这小木盒管什么用？哼，我和哥哥们可以上山砍柴，柴够用，房呢？难不成把你住的屋子改成蘑菇房？妹妹，你怎么不高兴了？是我们水浇多了吗？咱们明天继续上山。去不成啦，三叔明天要回城里读书，三叔不在，奶绝对不放咱们进山。宝儿，你现在越来越像个真正4岁半的小孩子了。我现在本来就是小孩，反正抵抗不了，我就摆烂。再说了，奶和娘都疼我，做小孩子有什么不好？宝儿，快出来包饺子啦！包饺子喽！比奶包的都好看。就是，咱宝儿这小手巧得跟仙女似的，可不比那几个臭小子强10000倍。嘿嘿，宝儿最厉害。原汤化原食，唉，舒服，过年都没今天撑。娘，这衣裳好软和，穿着真舒服。喜欢就好，这颜色衬你。大嫂这手艺真没得说，宝儿穿着跟年画上的小仙女儿似的。这橘色选得好，咱宝儿一穿，整个屋子都亮堂了。娘奶、婶娘，我找哥哥们玩去啦。妹妹，咱今天捞大鱼，今晚好炖鱼吃。炖大鱼。齐石头，你干嘛？别打我妹的主意。原来叫宝儿啊，真小气。坏了，他肯定回村找他妹齐大丫去了。大丫可蛮不讲理了。大哥，水里没有大鱼了呀。上次全被你喊来抓光了，就剩几条小鱼苗。团团最好啦，再喊2条大肥鱼嘛。就2条。有人来了，等会儿再叫。齐石头，不许让你妹妹欺负我妹。谁要欺负你妹了？大丫只是想跟宝儿玩。你好呀，我是宝儿，很高兴认识你。你好，我是齐大丫，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这就成好朋友了。早说了，大丫不欺负人。宝儿，我以后能去你家找你玩不？好呀，那我想找你玩，能去你家不？当然能，咱们拉钩，以后一直好，不准跟小兰玩，放心。只要大丫当我是好朋友，我就是大丫的好朋友。等着先点啦。等着小丫头16岁回想现在，非得射死不可。我爹可厉害了，上回在山上抓了一头小鹿，卖了100两银子呢。100两？木头，咱们先去岸上等一等，一会儿要是能看到大一点的鱼，咱们再下来。那可不，我家这才盖了砖瓦房，顿顿都能吃大肉。野猪力气大又卖不上价，我爹都不稀罕抓。爹爹和三哥叔叔都不会打猎，我爹说你们那天也很厉害的，他上山都不去抓野猪，野猪力气大不好抓，还卖不了几两银子。这安慰说得很好，以后不要再说了。这样，我爹下次上山，我让他带着咱们一起去好不好？我还没过去几次呢。大丫，闭嘴！爹说过不带外人上山。大丫，那有鹿角的小鹿能卖多少呀？鹿茸还能再多卖100两，一共200两呢。天哪，抓2头就能赚500两啦！大丫你太好了，今天分你点好运。团团，快，把鱼叫出来！行，又给我哥俩变2条，给齐磊变1条，满意了吧？河里大鱼早就抓光了，想吃鱼让家里去城里买呗，才5文钱1条，又不贵。5文钱能买好几个包子呢。天哪，真有大鱼游下来了！大丫，这么大的鱼在城里能卖多少钱呀？10文钱，10文，2条就是20文。宝儿真能干，宝儿尊重一下本经理，我也是鱼，舍不得吃团团，团团最棒啦！你前世这么小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饿肚子？冬天又冷又饿，难熬极了。以后有我在，再也不让你饿肚子。抱紧猪了，回家。看咱们
今晚咱们吃鱼炖豆腐好不好？齐石头说豆腐吸了鱼香，可好吃了。就你嘴馋，这么大一条能卖10文钱呢。见到一点好东西，就想着可以换铜板。孩子好不容易抓到的，还是炖了吃吧。去买豆腐，今晚咱也尝尝鱼炖豆腐啥滋味儿。好耶，买豆腐去喽！这2条鱼太大，今晚炖1条，剩下那条明天吃。好耶，明天还能吃大鱼。冒出来了，团团你快看，真长出蘑菇啦！那是空间土的功劳，可不是你瞎扮怒蟹的功劳。嘿，不管，下次让四叔多备点土，咱冬天就能吃小鸡炖蘑菇啦。看你这野巴巴的小模样，真是个小馋猫。宝儿要多吃大鱼，快长高高，再也不饿肚子。好，咱们宝儿多吃点儿，以后长得高高大大。娘，宝儿想跟你和婶娘学女红好不好呀？学女红可苦了，扎着手半秒可疼呢，也不知日后能不能帮宝儿找到家人。若是找不到，寻常农家人家的姑娘总要会些女工。她之前的家里难道真的不受宠吗？不然怎么总怕饿肚子？娘和婶娘绣工这么好，我得努力全部学会才行。宝儿不怕苦，宝儿要学真本领。好，娘手把手教咱们宝宝。宝儿，这针尖看得我头晕眼花，咱们出去玩抓小鸟吧。大丫要坚持，学会了手艺，以后咱就能凭本事养活自己啦。可是赚钱养家不是男人们的事吗？技多不压身嘛，咱们是好朋友，我才不害你呢。好吗？我听你的。你看我绣出小花啦！大丫真棒，看我的。这小金元宝长翅膀，跟咱们宝宝一样招人疼。宝儿只给你娘绣，难道就不给婶娘绣一条？给，当然给。在宝宝心里，婶娘就是宝宝的第2个娘。这甜嘴小包子，婶娘这就去给你做香喷喷的油煎吃。我以后知道怎么哄婶娘开心了。油酥啊，又香又甜，我好喜欢好喜欢。宝儿，我先回家啦。哎，好。你这小馋猫，闻着香就过来啦。嘴馋总比饿肚子强。宝儿这是长身体呢。多和点面，今儿老三他们要回来，干了10几天重活，得吃顿好的。成，我再挖块面肥，重新和上一盆。娘，我想给三叔绣个帕子，有剩下的碎布头不？好，等会儿忙完就给你找碎布头。想好在上面绣个啥花样没？绣个胖金元宝，上面还要绣一条胖乎乎的金李黎，保佑三叔明年考上举人。宝儿，那娘先去忙了。好。宝儿真要绣我呀？我有那么好看吗？团团是我最好的伙伴，保佑三叔高中，到时候三叔给我娶个温柔漂亮的新婶娘，天天做大餐吃。合着最后还是为了吃的。10几天没回家，也不知道宝儿和家里咋样了。哥，我抄书挣了100文，咱们买点甜食带回去。哇，这胖鱼真是我，太可爱了吧！三叔，你可算回来了，咱们明天是不是能上山找小鹿啦？你这小丫头，眼里就剩银子了。唉，到底还是跟老三最亲啊！当初要是把宝儿记我名下，报的人就是我了。改明儿我也得买糖哄闺女。三叔，我送你一个大礼物。我娘说我是女工小天才。这真是宝儿这几天绣上绣出来的？对呀，这是团团，这是金元宝，他们会一直陪着三叔，给师叔带来好运气。宝儿哪里是小天才，宝儿简直是小仙女。三叔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帕子。三叔要天天贴身带着，还要拿给书院的同窗看。带，天天带。三叔要让所有人知道我小侄女有多厉害。哎呀，这鸿雁的锦鲤太吉利了，咱宝儿就是下凡的小仙女。宝儿，爹爹给你买了松子糖和肉肉，你怎么不爹爹绣一条啊？哥，我这当二叔的就更别想了。明儿我进城再扯一尺细面布，让宝儿给咱全家每个人都绣一条。妹妹，我也要，给我绣个大木瓜。今天爹爹和3位叔叔都在，一定能抓到200两银子的小鹿。为了200两，为了200两！这几小只喊的动静也太大了。走吧，小指挥官带路。宝儿，我和我哥跟着你们行不？我爹总嫌我俩拖后腿。你胖胖的走得慢，会耽误我们抓小鹿。
宝贝儿说话好伤人。抓到小赚了钱，请吃城东田记的芝麻糖。那说好了，我要2块。行了，别缠着人家。山上鹿群中午常去溪边喝水，你们可以他们跑得飞快，可不好抓。谢谢齐叔叔，等抓到了，请你们来家里吃鹿肉。好，那叔叔就等着来吃肉了。宝儿，今天看我的，转。晕，头好晕哎呦，宝儿怎么了？哥别慌，转2圈就好了。这啥习惯啊？好多蘑菇！连底下的黑土也一起挖走。行，四叔带他们先把这筐蘑菇和土送回家。三叔，等我学会做荷包，给你做个最漂亮的。在你成亲前，你的帕子和荷包宝儿全包啦。好，三叔天天带着。不过做绣活伤眼，可不能累着。保护眼睛，宝儿教三叔做眼保健头。哦，揉揉太阳穴，眼珠子跟着手指转圈圈，1、2、3、4、2、2、3，这样转。对，呼，揉完眼睛真舒服。三叔学会了吗？老二，你瞅老三和宝儿这模样，咋怪像脑子不太灵光呢？小声点，小心宝儿听见不给你绣帕子。妹妹，那些土都到墙根下浇上水了，肯定晒不干。好耶，冬天有炒蘑菇吃啦。老三，咱们抓野鸡啥时候这么容易了？三叔快看，好多小鹿的脚印。脚印不少，可小鹿跑得太快，咱们没弓箭，难留住。团团，咱们怎么才能留下一头呀？我又不是猎犬，不过好运都在你身上，指不定能捡个漏呢。快，鹿群过来了，赶紧藏进树丛。等下怎么办？直接冲过去？怕是不行，他们跑得太快。我看还是等下安慰安慰宝儿吧。本来也没指望能抓到梅花鹿，有野鸡、兔子就够了。好多金元宝在喝水，别光看，喝完可就跑光了。爹，咱能抓着不？难，咱又没这本事。三叔，你看，他们打起来了。天哪，鹿角掉地上啦！这不是好运，这是什么？虽然没抓到鹿，可有鹿角也一样值钱啊！宝儿乖，别下水，爹去捡。哥，这鹿角能卖大钱，可刚才那是虎啸啊！走，赶紧下山，城里卖鹿角去。鹿角一头鹿200两，捡一捡也能卖100两。回家进城鹿角买芝麻糖去。妹妹，咱们在山上再抓2只兔兔呗，要不回去就没肉吃了。就是，多待会儿没准还能捡着野鸡。不行，山里的宝贝找不完，不能贪心。等爹爹和三叔下次回来，咱们再来。宝儿说的对，做人切忌贪得无厌。咱们走。老大、老三，套进城，卖了肉进城，卖了鹿角，给宝儿买布料订新床。哎，知道了，娘。娘，你们急忙忙去哪儿？给，拿10文钱垫垫肚皮。等卖了鹿角，我还得去木器行多讨些木屑回来，给宝儿种蘑菇。团团，等入秋你和本体彻底融合，我是不是能摸老虎屁股啦？我是锦鲤，不是武松，不过到时候空间会变大一点。宝儿，你们怎么早就下山了？大鸭，我们今天运气超级好，那2头大鹿打架打输了，连鹿角都下掉了。我跟我爹交代了，一定要买城东田记的芝麻糖。真买芝麻糖啊？那我蹲你家门口等大叔回来。这是重点吗？你们家捡了鹿角，老穆家这是要发达了。你看，这就是我养蘑菇的秘密基地。等我爹爹带了新的木屑回来，这些也能开始养蘑菇，多养一点出来，冬天就可以拿来炖肉吃了。宝儿，这真能种出蘑菇来呀？快教教我，我让我哥也上山挖土去。行吧，让你哥先去挖土，等你爹备好木屑，我带着我哥去你叫你。怎么又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穆家买包子都是按人数的，咱们快回家，娘肯定做好了饭。好吧，可是肉包子真的好香呀。宝儿，明天再来找你玩。宝儿，快看看，娘和婶娘给你挑的好东西。哇，是给宝儿买的吗？娘真好，爱死你了。这孩子。娘，你教我做荷包好不好？我要用这块蓝缎子给三叔做一个。给老三做？笨宝儿，你娘吃醋啦。她想要你亲手做的帕子和荷包，不是替老三要。这下难办了，
可是我阵法还没学熟练呀。快答应！爷爷奶奶、爹爹、叔叔、婶娘全都要有，不能厚此薄彼。娘亲也想要团团帕子，还有宝宝亲手做的荷包，全都要送呀，那要绣到什么时候嘛？这手艺当真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娘，你想绣什么花样？等我学会了，第一块就专门给娘绣个最好看的。三叔的是金元宝，给娘绣啥呢？娘叫周婉婉。对了，把团团绣在碗里。不行，我堂堂神兽锦鲤趴在碗里像什么样子？太损我英勇形象了。得，趴碗里挺好，就趴碗里。团团身上是红灿灿的，碗就用天青色，素定好看。唉，拿着去城里买肉包吃，家里还有一堆活要忙呢。跑什么？去城里赶趟来回要1个时辰，回来天都黑透了，多危险！况且要是让二叔二婶知道娘给咱们铜板买包子，又要在家里闹得鸡犬不宁。唉，咱们二叔二婶怎么就不能像宝儿的二婶那么好呢？算了，咱们去穆家等着穆大叔买芝麻糖回来。宝儿，这么多你全要绣啊？这不得累坏啦！全家都要呢，工期都排到年底了。王大娘，这趟进城割那鹿角卖了多少银子呀？闻着都有肉香味了。哎呦，哪有什么肉香，就卖了50两。掌柜的说割的不是时节，能入药的没多少，全当摆设收了。 50两也不少了，齐如水猎了一整头鹿才卖100两呢。可不就是运气好吗？赶紧推回家，给孩子们换几顿饱饭吃。少吃点儿，要是吃坏了牙，这穷乡僻壤可没有牙所，到时候拔牙疼死你！哼，臭团团又吓唬宝儿。人家台阶院的东西就是不想让外人看，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回家吃饭。哥。 为啥宝儿的爷奶叔婶对他那么好？少说话，回去别嚷嚷吃肉包子，叔二婶又跟娘折腾。三叔，咱们那鹿卖到底多少银子？我才不信只卖了50两呢。卖了210两。210两？嘘，别嚷嚷。城里几家药铺联手压价，只给80两。雇了马车，三叔直接雇了马车，装作要去府城卖。那些掌柜才急了，这才给到了210两。你奶高兴。 掏出10两银子，买了一大车东西。三叔，咱们以后是不是还要省吃俭用吃糠咽菜啊？傻丫头，想什么呢？再也不让你吃糠咽菜了。快去看看你豆奶买了啥好吃的回来。好耶，看好吃的去喽。老三在城里读书，穿打补丁的，容易让人看不起。我给他拉了2块料子做新袍子。老四年纪不小，该说亲了，也得做件新的。 剩下的旧衣裳就给你们爹改改穿。娘说的对，老三体面最重要。不过华鼻他爹天天下地，用不着新衣。把他那块给爹做个褂子。对，华森他爹天天刷漆一身味儿，给爹做新衣，让村里人也羡慕羡慕。奶，咱们明天再去城里买，赚了钱就是要花的嘛。行，听咱宝儿的，明天带你娘和你婶娘自己挑去。做菜没油哪香？我让老三买了1大罐菜油。哎呀，酱肉。 娘今天太舍得花钱了，今晚炒兔肉，再割块鲜肉剁成肉末炖豆腐，把那些大米白面全都搬进屋。好嘞，娘，咱们把鲜肉剁碎，先炒出红油调料，再把豆腐下锅咕嘟嘟做成好吃的。哟，放这么多好调料和鲜肉末，肯定香。娘今天就听你的。嘿嘿。酸菜是酸菜，我要吃酸菜鱼。 又吃鱼，你天天惦记着吃我的同类，这习惯不好，快改正。酸菜鱼、水煮鱼、炸鱼盘、松鼠鱼。停！别想了，再想我身上的鱼鳞都要下掉了。大哥，快拿竹竿竹网，咱们去河边捞大肥鱼做酸菜鱼去喽！你们这几个皮猴咋又跑河里摸鱼去了？今晚屋里不缺肉吃，不过这大黑鱼新鲜，趁活溜赶紧给你们宰了。娘。 今晚酸菜和黑鱼块一起煮，鱼片切得薄薄的，放红油调料做酸菜鱼。行，娘听宝儿的，
这就下锅做。妹妹，这土堆拌好了，夏冬咱们是不是真能吃上鲜蘑菇？能，哥哥们快去洗手洗脸，娘的菜要出锅啦！咱们老穆家过年都没吃过这么好的菜呀。娘，咱们家往后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快动快吧，别让孩子们等急了。香，太香了，这豆腐吃着真得劲儿。好吃，娘做的大鱼太鲜啦！这酸菜鱼鲜美又不难做，等明儿进城多买几个大瓦罐，多腌点酸菜。不过家里光靠秀活和干苦力，一天也就20-30文进项，光吃饱饭就得买4-5斤粮食，想天天顿顿吃肉还是太难。团团，咱们光靠卖山上的宝贝也不是长久之计，怎么才能让我娘和婶娘源源不断赚到银子呢？你娘做菜手艺绝佳，你婶娘又极其擅长做面食、做油旋。要我说，不如直接在城里开个小14。开14，对呀，卖酸菜鱼、麻婆豆腐还有油旋面食。不过我刚来家里没多久，明天我先试探试探娘和婶娘的心思，得他们自己想干才行。娘，哥，我也要进城，带我去嘛！小雨乖，糖糖吃了会坏牙呀，姐姐亲你一下，等姐姐买好吃的回来。三叔，你们书院读书是不是特别辛苦呀？怎么突然这么问？看你这眼圈黑的跟大熊猫似的，三叔肯定又熬夜了。前2日硬成了铜疮，替他抄书撰些铜板，这才睡得晚了些。三叔，抄书太伤眼睛了，还耽误你读书正事。你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本末倒置。想赚银子，以后放假多带宝儿上山抓野鸡去。要是把眼睛熬坏了，多少银子都治不好。宝儿很失望。是，三叔短视了，以后再不接这苦差事，放假全陪宝儿上山，好不好？爹爹也会带你上山啊。穆气长一天才10文钱，10几天见不到闺女，要不这工我也别干了。娘，咱们给全家每个人都做一身细棉布贴身中衣吧。老三在书院读书有应酬，给他做2身。咱们量多，跟掌柜讲讲价，买。咱们全家都穿细棉布。老三考举人的钱有了，咱不能守着银子吃苦受罪。宝儿说的对，这钱就得花得痛快。奶真棒！今天买细棉布，明天买好料子，冬天咱们还要穿大新棉袄。好，今天听咱宝儿的，好好给全家置办一身体面衣裳。娘，咱们进去看看好不好呀？掌柜的，您这儿有麻椒、丁香和草果吗？您这儿有吗？哎呦，这小姑娘真厉害，背调料名字跟背贯口似的，大部分都有。不过草垢、白芷啥的，得去药铺里抓。娘，我还知道好多好吃的菜，回去我教你做好不好？掌柜叔叔能送咱们一点干山楂不？送，给你包2大把。小姑娘真会说话。干皮花了1两银子，够买半个月大肉了。宝儿，买这么些调料，咱们自家做菜哪用得完呀？可自家吃当然用不完，婶子在城里开个食宿，很快就能用光啦。食宿？咱们开10罐。娘昨天做的酸菜鱼和麻婆豆腐可好吃啦，婶娘做面食也是一绝。娘切土豆丝又细又匀，刀工那么好，光在家里做饭多浪费呀。1年100两，1个月要小10两，这也太贵了，咱们哪儿挣得回来呀？奶，主街太贵啦，咱们去城门附近看，进出城的人都要走那边，人不少。那就去那边看看，正好晌午了，咱们也吃点东西。走，去城门附近瞅瞅。四叔，到了家里，宝儿给你捏肩膀好不好？婶婶好，我要8个肉包子。哎呀，是小福星来了，今天的包子婶婶请你们吃。谢谢婶婶，祝婶婶生意越做越好，称心遂意。好，借小姑娘吉言。伙计，那家纸鸢铺1年租金要多少？那家生意砸透了，1个月卖不出5两银子，下月月初就要退租，1年租金50两，正对着集市口，位置好得很，好几家都在打听呢。50两好啊，位置这么正。天哪，我上午才提了一嘴开食宿，奶下午就要租铺子了。奶，咱不能这么冲动呀，我还没做过生意呢。哎，不冲动咋能把铺子开起来？我跟你娘心里有数，给我来10斤面粉。要是铺子东家露面了，麻烦兄弟顺路去书院一趟，告诉我家小儿子。若是办妥了，我再谢你20文。大娘放心，这事儿我记着了。娘，
开14可不是小事，得先商量，看铺子，摸门道。您这也太冲动了。不冲动哪能抢着好铺子？你嫂子们手艺好着呢。记得伙计来送信，你就去见东家，把铺子定下来。这小丫头，定是她出的鬼主意。等坛子拉回家，咱们就多腌点酸菜，准备开工。对，开使馆挣大钱去。好耶！酸菜鱼使馆要开张喽！可不是嘛！哎呦，老穆家这是真发达了，看这好东西一车车往家里买。那可不，卖了那么一大车鹿角，少说也得几10两银子，发了大财还也不说请大伙吃顿饭。就是。看到这几个黑漆漆的大坛子没？咱们这是要砸锅卖铁腌点酸菜去集市卖，赚几文辛苦钱糊口呢。鹿角要是真能发财，我还不天天让老大他们上山去，犯得着抱大坛子干这苦差事？这一坛酸菜卖出去都不够100文。再说了，真要请全村吃饭，那也得齐如海齐大兄弟先请啊。这下没话说了，人家猎了一整头大鹿，咱们哪敢越过人家去？娘，您可真绝，一句脏话没说，就把那群红眼睛给打发了。换了我，非得跟他们大吵一架不可。你说这些人，他们来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奶手上有钱也不会分给他们，他们想要银子，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还不如自己去多努力，努力多累啊！如果能坐卧享其成，喏，那人在逼着你奶请全村吃饭，就算分不到银子，占你们一点好处，他们也满足。跟他们吵，图一时嘴快舒坦了，然后呢？咱们在一个村住着，万一碰上个心思阴暗的小人，夜里偷溜过来砸咱们的酸菜坛子，往院里泼粪，或者趁华柏他们在河边玩把人推下水，到时候找谁哭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人不能图一时爽快，得防着背后的冷箭。奶真有大智慧，泼粪推下水，这也太恶毒了。宝儿，咱们以后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宝儿，你路上说的那个招牌酱牛肉，咱们具体该怎么做？娘，先用刀把牛肉顺着纹路切成3条，切好了，然后呢？把黄豆酱和桂皮粉均匀涂满牛肉，抹得厚厚的，再盖上油纸，扎几个小气孔，放在紧绷阴凉处腌上1夜。明天咱们就能下锅炖调料啦。这牛腿肉1斤要25文，这一块肉就近100文了，还不算大把的调料。等卤熟缩了水，1斤的成本得近100文吧？这么贵，到时咱们卖多少钱合适啊？娘，等做出来尝尝就知道该怎么定价啦。咱们不按斤卖，按两卖呀，这样客人一次买1点也不会觉得贵呀。这按2卖，这不是骗人吗？你这小脑瓜，鬼点子真多。今晚咱们就按宝儿说的做大盘鸡，这菜做法省事儿，还能加面。好嘞，大嫂，面团我来揉，等会儿直接做扯面下进去。宝儿，听说你们今天又进城啦？城里好玩不？我娘进城从来不带我逛。大丫，给你留的芝麻糖。哇，真香真甜，我爹娘好久没给我买糖了。自从小二叔娶了媳妇儿，我二婶天天盯着我家的银子，我妈现在买啥都省着。宝儿，咱们啥时候再去河边摸大鱼啊？我娘天天清水煮白菜，我都瘦了，抓回去的大鱼还被二叔二婶抢着吃。最近不行哦，山上的大鱼都被咱们抓光了，得等它们长一长。真希望我爹赶紧跟我二叔分家，二叔二婶太讨厌了。放心吧，等三叔成了亲，你爹娘肯定会想办法分家的。宝儿，糖我们吃了，家里该做饭了，我们先回去了。香，土豆也糯糯的。这面蘸着鸡汤太好吃了。这老穆家干啥呢？昨天香，今天更香，这是炖鸡肉呢吧？爹，好香啊！我也想着肉啊。爹，咱们家啥时候能吃上这么香的鸡肉啊？团团，看你可爱不？这只露个脑瓜和尾巴，看着还怪讨人喜欢的。原来我在宝儿心里这么可爱呀！娘，送你的帕子绣好啦。哎呀，好看，真好看，比宝儿给老三绣的那条还要好看100倍。乖孙女儿，下一个是不是轮到给奶绣啦？宝儿，婶娘也急着要呢。奶别急，等一下就给奶绣，然后就给婶娘绣。宝儿啊，奶出嫁前名字叫王云，你爷年轻那会儿还叫我云娘呢，现在就只叫老婆子了。云朵，绣一条胖锦鲤趴在白云上懒洋洋晒太阳。外鱼不能晒太阳，没有水本锦鲤会干死的。卡通形象嘛，要好看，不要在意细节。宝儿，婶娘叫王碎碎，可得记牢啦。记住啦，
给沈娘绣个抱大麦穗睡觉的小锦鲤。还有我们的，给我修个大木棍，给我修大鱼排。宝儿，你怎么天天都在绣东西啊？你不嫌烦，不嫌眼花吗？是有点累，但看着针线在手里变成好看的花样，心里特别有成就感。成就感是啥东西？能吃不？成就感就是做成一件事时的满足和开心呀。可下河摸大鱼摸到了能回家吃大肉，那不也是开心吗？你说的对，摸鱼和绣花是一模一样的快乐，可绣花一点都不快乐，只扎得我手指头生疼。你这门叶家不，这不是快乐，这是甜蜜的负担呀。唉，这是奶的，这是忍的，这薛三叔四叔和哥哥们的。宝儿，我还是去河边抓大鱼啦，摸鱼才是我的快乐。唉，我也想牢记结合啊，可全家人的眼睛都盯着我呢。宝儿啊，给奶绣的是啥花样啊？是不是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奶，你这样一直守着看，等会儿就没有惊喜了。娘，咱们食具要用的酸菜还没着落呢，要不咱们今天进城买些新鲜芥菜回来腌上，等食具开张，酸菜刚好能用。对，买菜正是要紧，买菜这活儿给我就行。娘，你真厉害。团团，你说，要是我们在空间里开一小块地，种点青菜，冬天是不是就能吃上新鲜菜啦？主意是不错，可是你有种子吗？种子得先去买来呀。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宝儿是个没零花钱的小可怜。况且你每次出门都有哥哥们跟着，上山有爹爹叔叔护着，你怎么背着他们偷偷买种子？唉，全家人太宠我也是个甜蜜的烦恼呀。算了，等下次上山，我想办法存点零花钱。嗨，还真是一车芥菜，看样子老穆家真是去城里卖酸菜的。那一坛酸菜能赚几个钱？一天也就几十文，真是白瞎了咱们夏季。就收组的共济摊卖酸菜，1个月有1两银子。团团，酸菜腌上了，10岁是不是很快就能开了？等铺子租下来就能开，还得等消息。大哥，走，咱们去河边捞条鱼回来。又捞鱼？昨天刚吃过鱼啊。这次做新菜式水煮鱼，给10岁试菜很重要的。又来了，我的同类啊！就一条，水煮鱼超好吃的。等做好了，我在心里给你也留一口。谁要吃鱼啊？我就是锦鲤。妹妹，你真神了，说来鱼就来鱼。咱们这就回家，让娘做水煮鱼。宝儿，是这么做不？热油浇在辣椒上。对，浇上去就香了。好香，成功了！这是这个时空第1盆水煮鱼，等食饭开了，肯定能卖爆。娘，我也要吃肉，我也要吃隔壁那么香的肉。这啥味儿啊？咋能香成这样？老穆家这几天跟疯了似的，顿顿大鱼大肉。啥味儿？老穆家山上捡了鹿角，发了大财了。明天一早我也上山猫着去，指不定也能捡着宝贝。爷，奶，快尝尝，这要是搁咱们食鱼里卖，保管门槛都被踩破。团团，我要给我娘做一辈子的亲闺女，这手艺太神了。吃个鱼片还能感动成这样，这人类的美食真有这么神奇吗？完蛋，大夏天吃这么辣，明天不会集体上火吧？唉。娘，咱们今天进城买点草药煮水喝，降降火吧。行，听宝儿的。请问是穆家吗？书院的穆学子让小的来送个口信，说您2位看中的铺子东家今天上午会去铺子里。哎呀，太谢谢小哥了！宝儿、周氏、小王氏，我们现在进城去。刘东家，这铺子我们租下，磨豆子做豆腐。我们卖自家媳妇儿纳的布鞋，我们卖热包子和小菜。我们开14，按照时令4季上菜，市面上什么新鲜，咱们就做出什么好菜。哼，开14就凭你们吃过啥好东西吗？别到时候连房租都折进去。连卖啥具体吃食都没想明白，也敢跑来跟咱们抢铺子，真是不自量力。我儿在县城书院苦读，明年就要下场考举人，咱们来城里开食宿，也是想给他挣个束修和开考钱。哦，隔壁铺秃子伙计倒是跟我提过一催。
这位爷爷？爷爷，你什么眼神儿？你叫谁爷爷呢？没叫错呀，您这脸上的褶子看着跟我家老爷爷一模一样呢。你这小丫头！小孩子不懂事，大兄弟别计较。这里的房租1年50两，1个月4两半，划算到一天就是整整500文钱。这位爷爷，您卖的布鞋一双能挣多少钱呀？如果一双挣10文，一天得卖50双；一双挣50文，一天得卖10双。要是一双卖上100文，我娘我奶肯定自己做，才不会掏冤枉钱买呢。大哥，听兄弟一句劝，要是再加那鞋，拿去集市交2文钱摆摊算了，别进铺子，真能赔光底裤。一天卖几十双，我家那口子1个月纳不出来呀。算了，这铺子我不租了。爷爷，您可得谢谢宝儿呢，要不您今天就倾家荡产啦。哼，这小丫头片子，我们家一天顶到头也就赚200文，500文房租，这哪扛得住啊？算不清，我不租了，这算我倒霉。大兄弟慢走啊，有空来常坐。谁跟你称兄道弟？我有那么老吗？丫头，你刚刚算错了吧？我这铺子1个月4两半租钱，算到一天应当是150文，你大嘴一巴拉算成500文，分明是故意的吧？真是150算错啦。不过叔叔也是刚刚才看出来宝儿算错的，对不对呀？王大娘，这铺子一天实在是150文租金，你们真下定决心要租，不怕赔本？不怕，咱们开14，从早干到晚，绝对没问题。行，我也说3房事到期，我给你们留10天布置整修，租金从8月23算起，咱们今日就把契签了。宝儿识字，宝儿帮奶和娘亲看协议。过几日啊，我们要先来量尺寸，然后垒灶台，再定桌椅，一件件都得安排分明。行，到时候您带人来就成，我们都配合。娘，咱们不是刚从家出来没几天吗？咋铺子都租好了？娘，5两银子还能退不？咱们没开过店，是不是太冲动了？两个没通出息的怂玩意儿，不是跟你们商量的。以后石怪开了，你们俩就上山砍柴，担到城里来，省得买柴火多花钱。掌柜的，咱们要打几套食宿用的长桌大凳，您可得给个实在价。掌柜的，这些搭柴火的废料碎木也顺带送咱们2孔呗。哎呀，行，那2孔碎木你们自己挑。娘，手印都摁了，您才拿来给我看啊。宝儿，这协议上的字你真看明白了？看明白了，东家刘叔叔是个大好人，字写得清清楚楚。是要自愿叔叔好，等你以后考上举人做大官，给娘正告令回来。对，三叔以后肯定能当大官。宝儿，快跟娘说说，咱们10族还能做点啥好菜？可多啦，像鱼香肉丝、宫爆鸡丁、鱼香茄子、鸡汤小馄饨、面拖大排骨、五香小排、八仙脆饼。能吃过咱们都受苦了。等10族赚了钱，一定要托人去别的州府打听打听，帮宝儿找找本家。乌梅、山楂，还有陈皮、甘草。娘，咱们在井里沉着的酱油肉，今天可以捞出来切片尝尝啦。这在井里冰镇了1上午，肉质可真紧实。好香，好软。娘、奶，你们快尝尝。周氏大厨天下第一。看什么看？少不了你们的。一会儿下上面条，一人分肉吃。耶！这牛肉面太得劲儿了，在城里开14卖这个，绝对红火。爷说的对，咱们迟早肯定赚大钱。等积攒够了500两银子，咱们就在城里买下大铺子，开咱们老穆家自己的大酒楼。好，到时候咱宝儿就是酒楼的小东家。宝儿可别光想着开食市，咱们下次上山往深山走走，大山里肯定还有更好的宝贝。深山里有老虎大兽呢，三叔肯定不敢带咱们去。有本神鱼在，你就算杀只老虎，到咱们眼里那也只剩虎皮、虎骨和虎鞭。团团，你可真够霸气的，到时候咱们给爷弄个虎皮大椅坐坐。四叔好英俊呀！宝儿又打趣四叔，越看越觉得酸露骨的。哼，小宝儿，三叔这才几天没回来，你就移情别恋夸四叔了？三叔也好看，三叔最厉害。咱们明天上山去深山找宝贝好不好？不好。
那宝宝找爹爹去。哎，逗你的。明天你爹要跟木器行掌柜去铺里量尺寸、定家具、厨具，宝儿不想进城看着？想去，宝儿要当小军师。那三叔的荷包呢？前些日子答应给三叔做的，可都磨花了。等这2天菜式定下来，宝儿一定给三叔做个最漂亮的。孩子们都辛苦了，动快吧。尝尝看。宝儿说这道水煮鱼冬天搁在菜单上，保管卖得好。香。媳妇儿，你这手艺简直绝了。团团，今年这天气怪得很，好久都没下雨了，离秋收可就剩下1个多月了，庄稼会不会减产呀？这个嘛，我只是一条好运锦鲤，又不是老农，种地的事儿我也说不好呀。不知怎么的，宝儿心里总觉得怪不踏实的。哟，这不是老穆家捡的那个野丫头吗？里外一身全新细棉布，真舍得下本钱呐！老赵家的，你们快瞧瞧，这小丫头片子怎么跟穆老三长得有5、6分像呢？穆老三快20了吧，指不定是在哪儿跟野女人。田氏，我们家老三多大年纪关你屁事？你算个什么狗屁东西，也敢在这血口喷人？怎么你自己肚皮不争气下不出蛋，看谁家孩子都觉得来路不正，捉别人的时候回家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别过2天你们家齐老二抱回个亲儿子，你告诉你看他生的你长大的一样亲，自己成亲3年生不出个屁来，还有脸在这儿废？王岁，你急什么？是不是这小野种也跟你有啥不清不楚？嘴里吐不出人话的狗东西！我王岁行得正坐得端，我们老三以后是要当举人做大官的，等他考取功名，第一个就把你这颗东山村的臭老鼠屎赶出去。谁要是再敢嚼我家宝儿半句舌根，老娘天天去他家门口骂上半个月。我要去府衙告你，败坏我名声！告你名声？你还有脸谈名声？去告啊！正巧咱们一起告你污蔑举人老爷功名。报应！再敢乱喷粪，老娘撕烂你的嘴！你呀，太冲动了。娘，他都那么编排咱们宝儿和老三了，骂的倒是痛快，可你今天骂的不够狠，那一巴掌打的也不够重。对田氏这种烂狗，要么不动手，既然动手了，就得一次性打得他骨子生疼，彻底服帖，不然等他缓过劲儿来，指定变本。那我在河边补他2巴掌。晚了，这会儿齐老二肯定赶过去了。骂田氏怎么骂都是富人家私扯，可以后齐老二若插手，那混账在外头狐朋狗友一堆，老大他们容易吃暗亏。收拾人，我乃这哪是慈祥老太太呀？这分明是个切开全黑的芝麻自己。嘘，小声点，嚷嚷啥？吵醒了宝儿丫头，以后长不高，看我不抽你们。没事，娘，我背着宝儿走得平稳着呢。爹爹，宝儿睡醒啦，放宝儿下来吧，辛苦爹爹啦。不辛苦不辛苦，爹爹背宝儿一点都不累。曹掌柜，今日少不得麻烦您，这是咱们用独家秘方煮的茶叶蛋，拿去尝个鲜。哎呀，王大娘客气了，闻着可真香。哎呦，这砖法无玻璃窗，可比咱们村里的土坯屋体面100倍。要是这铺子是买下来的该多好！娘，咱把厨房设在后院吧，要不搭个大木棚？搭啥木棚？冬天多领风多大，咱们直接把西侧这2间厢房打通，改个宽宽敞敞的大厨房。奶，万万拆不得呀！房子拆了拆坏了要赔银子的。咱们直接在窗户这接个传菜台，东西从窗户递进去就行啦。多出来的间做包间，日后贵客多了还能赚大钱呢。曹爷爷，前面的铺面不大，要是摆寻常的圆桌方凳，顶多摆6桌就挤挤叉叉的啦。咱们做这种背靠背连在一起的靠背长凳，中间隔断，两边坐人，这样一安排，起码能多摆下整整8桌。绝了，简直太绝了！这构造闻所未闻，竟能如此省地方。王大娘，你这脑瓜子灵光的赛过老算盘，你们老莫家跟着他，以后绝对要飞黄腾达了。等咱们的木记开遍大厨，娘和婶娘就是天下第1神厨啦。冬天没有鲜蔬菜，咱们还可以弄热腾腾的香辣串串锅，还有夜晚的烧烤串串。你这小丫头嘴可真甜。老大，你带老二老四去集市买几个面馒头啃，我和宝儿去城北14下馆子，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生意的。娘，我们也想跟着去。奶，带上三叔吧，三叔去过府城，见过大世面。行，我们去书院找老三。老大，你们几个去那边等着。宝儿怎么啥好差事都想着老三？三叔，你都从府城回来好久啦，院试的成绩发下来了吗？应该就在这几日吧。过与不过，总归会有个定数。三
三叔人这么好，运气肯定也是天字第一号，必定能考中。到时候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带咱们去府城、去京城，还能帮宝儿找家人呢。好，到时候三叔带你们去府城、京城，定帮咱们宝儿把家人找回来。紫月兄，可是发财在府衙外看到大榜了？正是啊，我们还当紫月兄是看榜归来庆贺呢。紫月兄高榜有名，已正经得了秀才功名了。恭喜三叔！下一步三叔咱们去府城喽。老三，你两位嫂嫂这些年勒紧裤腰带供你读书，如今有了功名，万不可忘了你哥哥嫂嫂的恩情。儿子明白，两位嫂嫂对我的恩情，紫月铭记一生，永世不敢忘。这大厨的手艺跟咱们家一比差远了，他们这生意都能红火，咱们的食罐稳了。可不是嘛，连菜牌都没宝儿说的1/10多。唉，前些日子府衙门贴了一张寻人告示，古怪的很，贴上没多久就被神秘人给撕下来了。我也听说了，前脚贴上后脚就被扯掉，不知藏着啥猫腻。宝儿，你怎么看？那户人家可找到孩子了？这就难说了，告示都被揭了，估计悬啊。莫不是有人不希望那丢了的孩子被找回去？三叔，第2名，你是第2名，好厉害呀！这不是宝儿算给三叔的好运吗？你不觉得紫月兄这小侄女儿跟那告示上的画像很像吗？嗨，她叫紫月兄嫂嫂娘呢，估计就是人有相似。那告示都没了，咱们少掺和这浑水。宝儿，你刚刚听了那些话，就没想过那告示是来找你的？想过一下下呀，不过我有好运附体，该找到家人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出现在我面前，不急。苏嬷嬷，我刚才梦到咱们宝儿了，吃不上饭，小脸蛋饿塌进去了，穿着破粗布衣裳被关起来干重活，好惨啊！老夫人放心，咱们国公府的人满天下找着呢，小姑娘吉人天相，定能平安找回来的。哥，三叔考中秀才啦，还是第2名大秀才呢！太好了，妹妹，今晚咱们吃酸菜鱼庆祝好不好？准啦，抓大鱼去！宝儿，我跟你说个天大的事儿，快说快说！我二婶昨天挨了一巴掌，回去在屋里骂了半宿，后来还是我爹去砸门，骂他再不消停就彻底分家，他才消停下来。你爹当真动了分家的念头？我爹早就想分家了，可我奶偏心我二叔，非要管钱管家。我爹就说长子养爹娘天经地义，但绝不养2个白眼狼弟弟。你是没看见，我二叔吓得嚎了一下午。宝儿，你二叔二婶对你真好，我二叔二婶要是有你们家一半好就好了。大丫你放心，我让团团分你一大块好运气，保证你们家顺顺利利分家成功。真的？要是能分家成功，我让娘给你炸最香的小肉圆吃。小肉圆，一言为定。哇，好大的黑鱼！快抬回家，今晚有鱼吃啦！这鱼新鲜，今晚咱们好生做上一大盆酸菜鱼。听娘的，明日咱们把这些招牌菜全都试做一轮。宝儿，你终于想起我来了，前几天天天就知道吃，把我这半条鱼扔在云彩上受冻。嘻嘻，10岁开张在即嘛，这不是赶在晚饭前给你完工吗？哇，这就是我吗？好漂亮呀！我要摸一摸，还要吃小肉丸。嘿嘿。老三啊，如今有了秀才功名，日后也断不可忘了你哥哥嫂嫂和弟弟，咱们老穆家要永永远远相亲相爱。儿子谨记，定不负父老兄嫂深恩。好吃，周氏大厨无敌。奶，给您的帕子绣好啦，快看喜不喜欢？喜，奶太喜欢了，这胖鱼真是娇软可爱到了极点。奶，它有名字，叫团团，叫胖鱼它会生气的。对，咱们团团最可爱，比你娘那个还要灵动。劝你们2个不要太过分。宝儿，下一个该轮到沈娘了吧？
放心吧，沈娘，明天第一个就给您绣。好，鲤鱼跃龙门，承宝儿吉言。三叔定拼出一个锦绣前程。这可咋办啊？再不下雨，地里的庄稼全要旱死绝收了。老天爷不给活路啊！秋收可就剩这1个月了。这天毒的，地里连野草都晒焦了。再不下雨，这收成可咋办呢？爹，咱们再多挑几担水浇浇。团团，这河水一天比一天浅，再不下雨，怕是要断流了。是呀，这天灾最苦的就庄稼人，咱们抓紧开石炉赚银子才是正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木记8月24辰时3刻大开张，开张当天全场8折优惠，8折优惠啦！开张还送酸甜沁凉的酸梅汤，一口下肚，解暑解渴。啥叫酸梅汤啊？这店家摆的卡座长凳可真稀罕。大兄弟问得好，咱们木记这酸梅汤乃是独家秘方熬制，喝一口透心凉。来，这碗先请你尝尝鲜。爽快，从嗓子眼一路凉到胃里。开业当天，我一定带一家老小来光顾。承蒙大兄弟关照，开业当天保管叫大家吃得痛心。咱们宝儿这小脑瓜点子就是多，刚才那一碗酸梅汤把这整条街人的馋虫全勾起来了。奶，光靠喊还不算最有用，宝儿还有更好玩的主意呢。啥主意啊？宝儿快跟娘和奶说说。咱们请三叔用漂亮的毛笔字写好多宣传小单子，叫传单，专门发给集市上那些识字体面的老爷书生们，他们看了定会带亲友捧场。妙啊，此法精准诱达，宝儿当真是绝顶聪慧。木记开张，一个个都进城风光去了，就留我老头子带着2个流口水的小豆芽儿。家里地就那么几亩，生这么多臭小子有啥用？哼，明儿说什么我也要把老二扣在家里看孩子，我也要进城看看咱们老木家的饭庄。宝儿乖，先在这儿睡个回笼觉，等娘忙完了来叫你。娘亲去忙吧。辰时3刻，吉时到。娘，婶娘，前面有人点了1碗牛肉面。好嘞，抻面下锅。来，端走。怎么样？本锦鲤的气运加持，这开业第一天绝对赚得盆满钵满。太棒啦！等赚了银子，我还要买种子塞进空间里种果树、种茶树。可是怎么才能攒点自己的私房钱呢？不到5岁的小娃娃好难呀。三叔，你来啦！这些是三叔的同窗哥哥吗？欢迎光临，今日全场8折，感谢照顾生意呀。哎呦，这小丫头嘴可真甜，冲你这话，今天哥哥们非得把招牌菜全点上一遍不可。宝儿真棒。同窗哥哥们快请坐，前厅满啦，后院安静，专门招呼贵客。子月兄，你这小侄女儿当真是精明利落。几位哥哥，宝儿代表实现送你们一碟花生米，要是到了晚上一边抿酒一边嚼花生米，那滋味才叫绝呢。哎呦，宝儿还懂喝酒呢。我才是个小孩子，哪能喝酒呀？都是听街上大人说的。这小丫头。子月兄，2位嫂嫂的手艺绝了，比咱们书院旁的大饭馆强上100倍。回书院，我定帮你们好生宣传。只要是三叔的同窗来，宝儿通通给你们打折。哦，好。食材全卖光了，关门打烊。诸位大兄弟，抱歉了，今日准备的肉菜汤面全部卖光了。明日晨起咱们早开张，欢迎大伙儿明日再来。好嘞，明日再来。
串，一麻绳2串，3串。老天爷啊！今日这一半天竟然卖了7两多银子，我赚了3两多银子啊！开业第一，大家图个新鲜，以后稳定下来，每定赚2两银子是没问题的。咱们今儿虽然挣了钱，但不能按今天这个拼法干。要是天天这么连轴转，你们2个累垮吧？比起当年秋收干完地里活还要赶回家做饭，这算得了什么？对啊，娘，现在日子有盼头，我不累。那也不行，身子是根本，不能瞎硬撑。老2去山上砍柴，老3读书，老大老4你们3个轮流洗碗打水端菜招呼，后厨有杂事就随师傅顶上去。等我练好了配菜切菜，就能去后厨帮他打下手。行，知道疼媳妇儿是好事。等歇过这一阵儿，咱们就为明天做准备。今日虽然送出了绿豆汤，但酸梅汤最解暑。咱们熬上3大锅，卖不掉咱们自家人喝，犯不着像从前那般抠抠搜搜的。嘻嘻，娘亲真好。等咱们赚了大钱，天天喝酸梅汤。掌柜的，听说你们这酱牛肉是城里一绝，给我切上1斤带走。城里人真阔气，300文钱眼都不眨一下。这要是把食物开到府城、京城去，岂不是能做几10万两的大生意？店家还有位置吗？娘，咱们把菜牌调整一番，水煮鱼和酱牛肉是绝对的招牌。今日光酱牛肉定金就收了2两，耗时间的慢菜咱们少做些。行，听宝儿的，照这个正法，咱们村里那破泥屋很快就能推倒重建，盖个全村最阔气的大瓦房了。回村里盖大瓦房，嘿嘿，村里进城路太远啦。等再多赚些银子，咱们直接在城里租个带花园的大院子，到时候爹娘能多睡会儿觉，三叔也能点着充足的灯油随心看书啦。哎呀，这家木记到底啥好吃的？对我排这么长。听闻他家的牛肉面和水煮鱼乃城里一绝，今儿说啥我也得尝上一口。一碗牛肉面，对吧？水煮鱼1份。奶，今天有好些客人问咱们，为啥晚上不接着开门营业呢？娘，要不咱们晚上也开门吧？要是多开半天，一天能净赚5两呢。不用1年，咱们就能攒够500两银子，盘下这铺子了。不行，晚上绝对不能开，只忙中午这一顿，你们就累得够呛。要是晚上再接着干，要不了几天，非得累倒生病不可。银子是挣不完的，咱们不能看赚钱就不管不顾。奶说的太对啦，咱们不能把身子累坏了，好身体才是挣大钱的本钱。我明天还是留在村里看着他们吧，把孩子老关在厢房里也不是个事儿，我也帮不上啥大忙。让你在家里带孙子，这是让你享清福。享清福，这福气老子半点都不想要。种庄稼老子是一把好手，到了这铺子里，竟成无用之人了。啊，好，就这么办。伙计，拿2瓶最好的舒筋活络药油。好嘞，大娘，1瓶1两银子，一共2两。给，钱少挣点没事儿，我2个儿媳妇的手臂可伤不得。奶你真好。娘，这药油很贵吧？我和弟妹合用1瓶就行了，咱买了2瓶呀。贵啥贵？叫老大和老2每天晚上给你们好生揉揉肩膀手臂，省得落下病根，占了大阵天腿一并揉了。我和宝儿商量过了，后院空着的2间厢房今晚收拾出来，老大、老2媳妇、2媳妇还有宝儿，你们晚上就直接住在城里后院，别跟着咱们回村折腾了。住后院？对，住在这儿每天能多睡上1整时辰，早上准备食材也不用急着赶城门。我带老4和几个小子回村看家。谢谢娘，这样安排太好了，今晚咱们就能多熬上一锅香浓的酱牛肉了。好，就这么定了。老2，按宝儿说的标准批，柴火粗细一样，宝儿火候才拿捏得稳。好嘞。对，我娘要做啥菜，我看一眼就知道该添柴还是抽柴火。宝儿，你这几天顾着时序，都没空跟本神鱼好好唠嗑了。这几天太忙啦，时序一天能净赚4两银子呢。团团，你说这生意真能一直这么红火吗？有本神鱼的气运在，你只管把心放肚子里。况且你买回了舒筋药油，只要你娘和婶娘坚持用，身子定能康健着呢。等做完荷包，我还要给三叔缝个精致的扇套。三叔的同僚们都用折扇，三叔可不能用得太寒酸。孙姐，我家宝儿做女红极其有天分，我想让这孩子每天来你这儿上2个时辰，不知孙姐可否收下？婉娘啊，我这绣坊可不收过小的孩子。这当真是这4岁小丫头亲手所绣？千真万确，若孙姐不信，让宝儿当场手下针试一试，便知真假。
天赋绝伦，浑然天成，不用画稿直接下针。我在宫中上医局多年，也未曾见过如此绝顶天资的天才幼童。孙姐，我和弟妹忙于实录，顾不上教她，可宝儿打心眼里热爱这行，我是真想给她寻个顶好的名师。婉娘，你可知道京城锦绣坊每3年举办一次的刺绣比赛？京中的锦绣坊乃是宫中上医局在宫外特设的官办绣坊，各地绣坊皆可送精锐绣娘前去拔头筹，若能问鼎第一，绣坊便能拿下上医局来3年的采买大单。我已收了一名大徒弟，准备3年后去试水，而我想收宝儿为关门弟子，代表我这绣坊参加6年后的比赛。这采美大单比赛，师傅，若宝儿真帮咱们绣坊赢了第1名，事后还需要宝儿做些什么呢？你这小家伙倒是心高气远。若真赢了第1，只需每年交上一幅名贵作品，交由上医局送入宫中贵人手中即可。宫中贵人们极有分寸，绝不会横加刁难。哇！明日早些过来，我带你见见你师姐。宝儿，你真要跟孙掌柜学刺绣啊？6年后的比赛，你那时才11岁，哪里赢得了那些学艺多年的老绣婆啊？娘，天下厨艺与刺绣皆是人外有人，宝儿拼尽全力比赛，若真拿不到第1，师傅定也不会责怪我的。况且师傅不过是想借着比赛给咱们绣坊打打名屁，招揽些生意罢了。娘亲可千万别背上心思包袱呀。走吧，回家。宝儿，娘有一句话藏在心里，不知该不该讲。娘，您说，宝儿听着呢。宝儿，看你的谈吐容貌，原本的人家定是非富即贵。若来应有一日你的亲生爹娘寻到了你，知晓你在年幼懵懂时认了为民间绣娘做师傅，甚至还要为绣坊奔波，他们心里会如何作想？会不会嫌弃苛责于你？娘，你说的宝儿昨日就认真想过了。若有一日宝儿的亲生爹娘真找了过来，真正疼爱宝儿的家人只会感激孙师傅和穆家在我走名师论时给予的呵护与爱意，绝不觉得师傅和大家是拖累。若他们连真心疼爱我的师傅和穆家都嫌弃，那便说明他们根本不是真心心疼宝儿，宝儿才不上赶着呢。娘明白了。咱们宝宝最会夸人了，走，去看看孙师傅喜不喜欢娘亲做的一盒酱牛肉。娘亲做的酱牛肉是全大楚第1好吃。婉娘来啦，梦兰，这是你新来的小师妹宝儿，这是你梦兰师姐。梦兰师姐好漂亮呀。宝儿，你别这么看着我呀，我怪不自在的。为什么不自在呀？师姐声音又甜又温柔，人长得又美，这么好的师姐，谁看了都移不开眼。唉，这宝儿丫头不在身边，老娘这心里空落落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奶，爹，婶娘，宝儿回来啦！哎呦，奶，一天没见，宝儿可想死你啦！哎呦，这小嘴儿，哎呦，奶的小宝贝，今天学绣花累坏了吧？师姐对我可好啦，中午把肉分给我吃，还说要给我绣最漂亮的百褶裙呢。哎呦，奶，明天咱们让娘多做点小肉丸，我带去分给师傅和师姐尝尝，好不好？好，明日叫你娘多炸2盘，咱们宝儿带去风风光光。三叔，喜欢宝儿给你做的荷包吗？喜欢，宝儿做的，三叔最喜欢。老三啊，我看你这书院还是太轻了，往后无事少往实赛跑，安心读你的圣贤书去。娘，你这就是赤裸裸的嫉妒，在宝儿心里，三叔永远是第1位的。梦兰师姐，咱们村青云山上有好多好多的野果树，等果子熟透了采下来，不仅能直接吃，还能晒成酸甜可口的果铺呢。真的，听起来好有趣啊！行了，知道你们2个小丫头坐不住了，这几日准你们几天假，去东山村好好玩上几天，休整休整。真的吗？梦兰姑娘来啦，快坐快坐，今晚留在咱们这儿用晚饭。谢谢王大娘，那我去后院帮嫂子洗菜。哎呦，不用不用。奶，往日申时3刻就打烊了，今日怎么到了酉时还做得满满当当呀？老食客们极力劝咱们，说晚间也想吃上一口热乎饭菜。我和你娘他们盘算着延长到酉时为打烊，一天能净赚整整5两银子了。哇，半年就能铺子盘下来。那是，咱们石酸生意这么红火，就没别家同行或者地痞哥们跑来眼红闹事吗？你这小丫头心思倒细，放心吧，咱们石观有县衙里的老爷们护着，
没人敢不开眼。县衙的老爷们，开业第2天，县衙里的师爷和县丞就跑来尝鲜，乃做主给几位官差老爷送了硬菜，热络邀请他们常来。如今他们隔3差5就来打牙祭，有这几尊全城最厉害的门神坐镇，谁敢动咱们木屐半根毫毛？拿着。哇，谢谢奶，奶最厉害啦！我家宝儿最乖了。傻笑啥呢？赶紧去后院，你娘刚炸好一盘金黄诱人的小肉丸，去垫垫肚皮。等会儿打扫完，咱们就回村。好嘞，谢谢奶。师姐快尝尝，我娘炸的小肉丸天下第1香。咱们先垫垫肚皮，等打烊了，吃完晚饭再一起回村里。谢谢宝儿。三叔，快来，我给你介绍，这是我梦兰师姐。师姐，这就是我三叔木子月。木三哥好。刘家妹妹好。咱乡下人不讲那些虚礼，梦兰丫头比宝儿大10岁，随她喊木三哥正合适。奶，三叔，师姐今晚跟咱们回村里，明日陪我和三叔一起上山看果子树呢。好，你们上山小心些，华柏留下来帮你娘烧火，以后有机会奶奶再让你上山玩。娘，如今咱们石怪生意稳定，每日都有进账，您看是不是该送华柏他们几个进学堂读书识字了？老三啊，娘何尝没想过，娘甚至打听了城里的院子，200两银子就能堪快容易扯着蛋。兔子后咱们闲钱周转才稳妥，等再过2个月手头宽裕了，定送他们去读书。山上小兔扑跳，野果高采熟。团团你在吗？怪了，怎么半天没回应？不对劲儿，团团都整整2天没跟我说话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爷，这5文钱给您，拿去买糖吃。宝儿，爷哪能要你的钱？快拿回去买糖，爷用不上钱。老东西，当着梦兰丫头的面，你折腾这寒酸样给谁看呢？赶紧吃晚饭去。嘿嘿，就知道老婆子对我最好。宝儿，你家氛围真好，大家都互相心疼着，不像我们家每天为了钱吵个不停。师姐看，这是我和哥哥们种的小蘑菇。梦兰姐姐，这蘑菇可鲜灵了，我娘做汤放上一撮，鲜的能让人掉下舌头。真厉害，你们可比我那只知道索取抢东西的弟弟懂事多了。宝儿，是你回来了吗？大丫，快进来，快进来！好你个宝儿，一去城里就乐不思蜀，我都等了你好多天了。我跟着师傅学绣花呢，来，给你绣花板。哇，学刺绣还能有这么好看的接着玩？那可不，不过大丫你可没这天分，我师傅可挑剔着呢。宝儿，我跟你说个大事儿，我们家分家了，彻底搬出来单过了。分家了？上回你二婶摔打东西，居然真把家给分成了？哪有那么简单？是我二婶眼红你家开食饭赚假钱，吵着也要去城里盘铺子。我娘不给他钱，他就趁娘我不在，把我娘攒的30多两银子全给偷走了。30多两，他可真敢下黑手！我爹气得直接把李正请来了，硬是闹着分了家。虽然那30两银子全被我奶强扣下了，但好歹把我二叔二妹2只吸血虫给甩开了。分得好，没了那2只白眼狼。我娘凭本事赚钱，空在糖糕你娘做糖，找礼拜找你玩。好啊，一言为定，我等着吃你娘做的糖糕。臭团团，你到底去哪儿了呀？整整2天都不理我了，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了？宝儿，你怎么了？要是心里不舒坦，咱们今天就不上山了。我没事，好不好？咱们上山，哥哥们都在等着呢。宝儿不能让大家失望。老穆家这小丫头运气邪门的很，咱们跟紧了。等会儿看他们去哪儿找宝贝，咱们也分一杯羹。三叔，没有团团在，宝儿不想去深山碰运气。咱们今天就多摘点带下山，好不好？好，听咱们宝儿的，今天咱们就把这几筐野果全都抬回家，带给你爹娘他们尝鲜。等回去咱们再买些川贝，熬上一大坛子秋梨膏。等秋冬嗓子不舒服了，冲一杯喝可舒服了。空间还能用，空间还在，团藏本体的空间完好芦笋，团一定还活着。师姐，三叔，草莓苗拿到了，咱们出发寻宝贝去喽。这小丫头总算是转阴为晴了。咱们的小宝贝史才还闷闷不乐，这会儿又笑开花了。宝儿说说，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寻宝贝啊？看我的，
我让木棍指路。走，咱们先回家把这些酸甜多汁的鲜果送回去，顺便歇歇脚再上山。快跟上，别掉队！哎呀呀，这才半个时辰，咋背回来这么多好果子？爷，吃苹果，师姐吃苹果，这苹果可甜啦！这野苹果比集市上的还要甜100倍，一会儿顺手弄2株苹果树苗塞进空间里，以后4季都有吃不完的鲜苹果啦！哼，想跟在宝儿身后捡现成便宜，哼，门儿都没有！看我不累断你们的腿！坏人走掉啦！三叔、师姐，咱们正式出发寻宝喽！兔子，好大一只灰兔子！哥，三叔快看！花森，慢点，别跑太远，山里树杂危险。哥哥，三叔，快停下，跑太快了，追不上就不追啦，船死宝儿啦！木头，站住！宝儿摔倒了，摔坏了，看你娘明天不揍剥了你的皮！师姐，等等，你等等，让我再瞧瞧。三叔，快来，快来呀！这是三叔，人参是人参，咱们这次真的发达啦！宝儿，让你三叔只挖中间那2根，那2根是100年以上的野生老参，其余的万万不可碰。天地灵物遇上是缘的份，万不能太贪婪。团团，你这2天跑哪儿去了？为什么一直不理我？我这2天被本体拉回体内，进行神魂与身体的深度融合了。这不是一搞定就立马回来看你吗？宝儿，你身后还有一株几年的幼小嫩参，连土一起偷偷挪进空间里。我现在有了实体，能在空间里帮你种地了。我这空间里1个月顶外面1年，这幼参种上几个月就能蜕变成100年老参。太棒了，团团，以后咱们就有源源不断的高阶药材啦！天色不早了，大家快回家吧。你们这几个死孩子，今儿是怎么回事？怎么摸黑才下山？娘，咱们在山上挖到了2株100年野山参。老天爷啊，这真是你们在山上挖到的，一下子挖了2大根。咱青云山真有神仙保佑啊！老三，这人参咱们能卖多少银子啊？娘，这2根老参皆在100年以上，乃可遇不可求的救命珍币。依儿子看，咱们只需卖掉1根，剩下的1根咱们仔细炮制好，藏在家里。日后万一遇到紧急难处，这是能保命的大恩物。咱们时效生缺，日常进账。对，老三说的有理，咱们藏1根卖1根，明日一早进了城，先把那卖了，落袋为安。今天的人参见者有份儿，等明天三叔卖了银子，我让奶分你1份。不行，宝儿万万不可！我是跟着你上山散心的，半点忙都没帮上，哪能要你们家这么贵的银子？师姐，若手上没点压箱还销底的私房银子，以后怎么给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主？宝儿，你爹娘你爷奶对你真好，你们一家人真好。师姐以后也会越来越好的，遇到了我，遇到了团团，你以后一定会无比幸福。遇到宝儿，师姐觉得好幸福。这等救命的大宝贝，咱们这破院子实在配不上，连个像样的铁柜子都没有啊！把人是奔正房和长辈屋子，却寻常贼人摸进来，珍贵报会藏在4岁小孩子的房里呀。对呀，老娘要是个小贼，也断断想不到藏在小娃娃屋里，还是咱们宝儿小脑瓜灵光。奶，藏好了，咱们出发。老三、老二，城里小药铺给不上好价，你们去府城大药庄碰碰运气，路上万事小心。娘放心，儿子定将这人参卖个痛心的好价钱。三叔，你们腰上都挂着宝儿绣的好运荷包，定能卖出上千两银子。团团，你跟本体彻底融合后，是不是变得更厉害啦？本神于如今不仅能保佑你们气运滔天，还能偶梦天道大事呢。哇，那你能梦到三叔把人参卖出1万两银子吗？买卖银钱算什么大事？本神于梦见的都是关乎天下沧桑苍生的大事。
你这小馋猫，几日没在娘怀里睡，就娇成这样啦？人家就是最喜欢娘亲香香软软的怀抱嘛。娘，府城几家百年药庄掌柜看过了，确认咱们这根是近120年份的顶阶老山参，最后一共卖了1250两银子，银票都在这儿了。天老爷呀，咱们家这辈子都没见识过这么多银子，咱们可以在城里盘一套体面的大宅子了。宝儿，咱们直接去京城开酒楼，去了个京城赚大钱。咱们大钱。三叔，有团团给你的大好运气，你科考定能一路高歌猛进，状元太招摇了。出头船子先烂，咱们低调点，考个第3名探花就行。宝儿啊，低调是这么用的吗？而且当探花那是想当就能当的。如今咱们手头了1000多两银子，老三科考有盼头，几个皮小子到了读书的年纪，老在乡下窝着不是长久之计。你们看，咱们是等秋收之后把家迁到城里，还是过了新年再搬？娘，这事儿听凭您的拿捏，只是咱们地里的庄稼再过半个月就要秋收了，爹最舍不得那些地。要不咱们先跟爹商量商量。对啊，娘，2个月前咱们连饱饭都吃不上，现在一下子变了天地，大家都得慢慢适应呢。奶，搬不搬到城里不着急决定，但咱们10部里必须得赶紧添人啦。添人？啥意思？奶，您瞧呀，现在乌龟被送去血塘指派缩在后厨里了，这怎么行？这有啥不行？这干活比调食去城里干苦力强400倍。爹爹二叔也不该一辈在后厨切菜，咱们以后要去京城开大酒楼做大生意的，哪能把自家人全当劳力使唤？那宝儿的意思是，奶，咱们手头有钱了，咱们该去牙行采买忠心能干的下人啦。买下人？天老爷呀，那不是城里高门大户才干的事儿吗？买下人要花大钱，买回来还要供饭发月钱，咱们哪供得起？这宝儿啊，你让奶缓缓，奶先回村跟你爷好生合计合计。你这小丫头，点子一个接一个，把你奶吓得够呛。嘿嘿，宝儿这是为了咱们气的咱们穆家以后赚大钱打基础嘛，手艺才不至于被外人偷学了去，哥哥们也能安安心心去学堂考功名啦。丫头，你偷偷藏好，别让你爹苗知晓，等日后你成亲出嫁，奶再在明面上给你添一份风光的嫁妆。要不先搁在您这儿，等我日后遇到难处再向您讨要。给这小丫头收着吧，她藏东西邪门得很，床板底下我都翻不出花来，放在她那儿最稳妥。师姐放心，宝儿给你存着，保准谁也偷不走，随时要随时拿。王大娘，这买下人得去牙行挑老实本分的参契，签了死契的，用着才踏实，断不怕手艺被偷学了去。老哥哥说的在理，该说的我都说了，您心里有个底就好。老哥哥慢走，改日再来做。奶，咱们是不是也该顺便给我三叔挑个贴身伺候的小厮呀？三叔明年后年考进士，没个人搭理可不行。他现在才是个卖傻小厮，安心读他的圣书去，小厮等考上举人再说。莫非昨夜着凉了？师傅，师姐这手艺简直绝啦！师姐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呀？你这小丫头，同师傅说话还搞这套虚的，你这小机灵鬼！你师姐现在手艺固然不错，可离顶尖绝妙还差得远呢。尺寸大些的双面绣，她还镇不住。距3年后的刺绣大比还有2年多，急着出师做什么？回那个重男轻女的家里嫁人吗？放心吧，你师姐的终身大事与嫁妆，师傅心里全盘算着呢，断不会让她被她那爹娘做踪迹了。你这小人儿，年纪不到不少。师傅最好啦！那师傅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和师姐去京城开大绣坊呀？师傅如今盘缠还不够呢，少说也得再等上2年吧。2年？太好啦！2年后三叔也去京城考进，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行，到时候师傅带着你和梦兰，咱们去京城扬名立誉。老天爷不给活路啊！若不是宝儿带着全家开识途跑老参，咱们老穆家今年怕是也得饿死。团团，百姓们已经这么辛苦了，为什么老天爷还要刁难他们呀？宝儿别难过，本神鱼要加倍努力修炼了，等我越过龙门蜕变强大，定能帮到更多的天下苦命人。娘，咱们得赶快想办法劝劝爷和奶，咱们一家子必须赶紧搬到城里来住。宝儿，怎么突然这么急？
咱们家日日飘香，天天赚银子，若继续住在村里，走投无路的人眼红逼急了，什么丧心病狂的事儿都干得出来啦。咱们宝儿说的太对了，防人之心不可无，乱岁里不能露富。娘，那咱们去盘一套宅子。眼下时间紧迫，买宅子太招眼，我这就去牙行，在城里租一套精净体面的大院子，咱们低调搬过来，谁也别想打咱们家的主意。砖瓦房比咱们村里的泥巴房结实多了。哇，这院子可真宽敞啊！以后咱们在城里也有落脚的家里啦。好啊，这砖瓦房。宝儿，你放心去城里，这墙角的小蘑菇我会帮你照看好的。收了蘑菇，我让我娘帮你洗干净晾干，等你回来拿。好呀，大丫，我在城里等着你。等你爹攒够了钱，你们也搬到城里来，咱们继续做邻居。王大娘，我们分家出来，那破屋住不下过冬，不知这院子能否先借给咱们住着？您放心，地和院子咱们定给您照看好。行啊，如涵，有你看着院子，老娘100个放心，不收你房钱。瞧见没？那板车上面盖着破烂被褥，好东西肯定全藏在下面的竹筐里呢。这老穆家心眼多得很，就会糊弄咱们乡亲。田氏，我看上次抽你巴掌还是抽少了，让你这张臭嘴动不动就跑出来喷毒造谣。真是个癞蛤蟆，不咬人膈应人。就你男人齐老二那虚了吧唧的病秧子样，也敢跟我男人叫板？你这二婶娘可真是个泼辣霸道的狠角色，太痛快啦！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这一走啊，以后怕是再也不回这儿住喽。老头子，往前看，城里有咱们的识字，孩子们也能去学堂读圣贤书，咱们老穆家的好日子这才刚刚开始呢。爷，城里的房子更大更暖和，咱们一起去城里过好日子。奶，城东韩家肉铺今日宰了一只肥羊，咱们晚上吃热气腾腾的羊肉火锅好不好呀？好，全家搬进大宅子是天大的喜事，今晚咱们吃火锅庆祝。四叔，你想过以后要做些什么吗？以后啊，四叔从前以为一辈子在庄稼地里刨食，农闲去城里打苦工赚10个铜板就是一辈子了。现在日子变好了，四叔一时还真不知该做些什么。四叔过了年才16岁，读书一点都不晚。奶说要请夫子来家里教哥哥们识字，四叔也跟着一块读圣贤书吧，读书明理，以后准有大出息。周氏娘亲炒的红油底料太香了，咱们在石祠里也卖火锅好不好？不行，这红油底料放了太多贵重香料，牛油羊肉成本太高，卖便宜了咱们亏本，卖贵了寻常百姓舍不得吃，咱们还是留着自家关起门来享受吧。嘿嘿，对，咱们吃独食。团团，你说我要不要也弄几棵茶树苗挪进空间里来种呀？移栽进来干嘛？你又不会炒茶叶。好吧，果然是我的好团团，打击我的时候永远这么一针见血。香，酸辣爽口，开胃下饭。这酸菜鱼比起水煮鱼来，简直丝毫不逊色啊！掌柜的，你们目击这新出的一桌豆制品菜式，味道当真是一绝。宝儿这天分绝顶，若是在宫中上一族，各宫娘娘怕是舍不得放你出宫了。以后到了京城，你凭这手艺便能独当一面。师傅的绣坊就是我和史杰的绣坊，宝儿要一辈子留在师傅身边，才不要自己操心开铺呢。师傅以后到了京城，难道要把我和姐姐赶出去呀？怎么会？只是你们女孩子将来总归是要嫁人的，嫁了人便是夫家的人，哪里还能这般随心所欲呢？师傅，若夫家不好，那咱们就不嫁呗，又不是非得嫁人不可。师傅不就没嫁人吗？你这小丫头，眼下基础针法你已学通，接下来师傅会给你些高价的绣判活计，你自己挣的小钱钱，师傅帮你留着。哇，挣小钱钱，我自己能攒私房钱啦！师傅，宝儿现在就能开工。今日过来是想同2位婶子商议宝儿的绣活工钱。前阵子宝儿接连赶了几幅花鸟绣屏，针线细密出色。这有什么好商议的？雨禾你办事向来公道，宝儿的手艺配得上这份工钱，我们自然应下。
宝儿，你这刺绣天分当真是天下一绝。看着你如今有心疼你的家人，爱护你的师傅师姐，本神鱼打心眼里为你高兴。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好幸福，好知足，有家人陪伴，每天还能开心挣钱，真希望日子一直这么甜。宝儿，等明年开春，咱们去青云山采仙蘑菇，挖肥领土，把爷爷一并带上，好不好？省得爷在家里闲得发慌。好呀好呀，就这么办。宝儿，我突然心有所感，需要沉睡1-2天融合天地灵气。沉睡期间我无法与你回应联系，但睡醒之后，我或许能预知看到一些未来的宏大画面。宝儿莫慌，等我醒来。团团安心睡吧，宝儿等你醒来。老大媳妇儿，咱们宝宝这2天是怎么了？怎么动不动就唉声叹气的？我也不知啊。在绣坊里，孙师傅和梦兰都把他当宝贝宠着，在家里咱们也捧在手心里，谁能惹他伤心？宝儿，我醒了。团团，你终于醒了，你怎么样了？梦到未来实在太费力了，我浑身没力气。先跟你说正事儿，说完我还要再沉睡2天。宝儿，我梦到了明年5月。明年5月？梦到了什么？漫天遍野的蝗虫天蔽日，5月地里的庄稼长到半人高时，将迎来一场绝世罕见的大蝗灾。若不提前遏制，天下庄稼将颗粒无收。宝儿，只要咱们能想办法帮天下百姓将这场蝗灾避过去，定是无量功德。等我睡醒，咱们一起想办法。好，团团你安心睡，宝儿等你，到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宝儿，你告诉娘，这几天到底遇到什么心事了？是不是在绣坊受委屈了？娘，今年大旱，你说明年5月会不会爆发蝗灾呀？宝儿，你说什么？明年蝗灾？娘，大旱周河床裸露，这会给黄蝉泥土提供绝佳环境，让虫卵成倍疯狂暴涨，这就叫旱极而蝗。蝗灾，又是蝗灾啊！老天爷这是不给穷苦百姓活路啊！县老爷能有办法吗？咱们难不成又要流离失所了吗？老大媳妇儿，你这是咋了？好端端的哭啥呀？娘，宝儿说大之后必有大蝗，明年5月要爆发蝗灾了。天老爷，蝗灾，咱们这才刚过上几天舒坦日子啊！娘出来了，距离明年5月还有整整半年呢，咱们先别急着哭，一定能想出解决办法的。宝儿，今天不许动针了。梦兰，你送宝儿回石厅歇息。宝儿，这几天到底怎么了？是家里出什么难事了吗？师姐，宝儿没事，就是想回家看看。宝儿，你这么看着徐叔叔，是有什么心里话要跟我说吗？徐大人，宝儿能偷偷跟您说几句悄悄话吗？咱们去后院厢房说好不好？徐大人，是不是宝儿这小丫头捣蛋胡闹扰了您？爹爹，我才没有胡闹，我是有天大的正经事要跟徐大人商量。徐大人，请进。徐大人，今年大旱，咱们庆安府各个村子的庄稼大幅减产，甚至绝收。县衙这边可有救灾补助的发放计划？上丰州府尚未有下文指示，今岁各县应缴的税赋1分也不能少，本官亦无能为力。徐大人，旱极而蝗，看之后极容易伴随天毁地灭的蝗灾。若明年4、5月间蝗灾爆发，村里的老百姓可就彻底没有活路了。大旱之后必有大蝗。徐大人，如今距离明年4、5月份还有整整半年，若咱们从现在开始想办法灭卵防蝗，能不能将这场浩劫扼杀在萌芽之中？本官回衙后立即查阅典籍，商讨对策。宝儿，若你和你爹娘想到什么避蝗妙法，务必第一时间告知本官。一言为定。徐叔叔不能骗小孩哦。奶娘，徐大人都应下了。他说回衙后立即查阅典籍，商讨对策。蝗灾的事有官府出面了。有徐知县这样的好官牵头做主，咱们平头百姓可算是有靠山了。咱宝儿可真是全家的大功臣。嘿嘿，咱们就安安心心过日子，等着徐叔想出灭蝗的好法子。团团，若咱们真能提早想出好法子，解决明年5月的蝗灾，对你是不是大有不益啊？那
是自然。改天祸救万民，乃是莫大的天地功德。功德积累的够多，本神鱼才能拥有跃龙门的资格呢。到时候梦见未来，便再也不会脱离沉睡了，指不准还能为你寻到你亲生父母的线索呢。团团，你说若有一日我真寻到了亲生父母，乃和周氏娘亲他们会不会舍不得我呀？他们定会万分不舍，但你的至亲也定在日夜悬心盼你归家呢。咱们一起努把力，把天灾解决了，再风风光光寻亲。宝儿，我娘说了，姑娘家要胖乎乎的才有福气呢。大丫，你奶和你二婶还跑去你们家闹腾不？怎么不闹？我爹每次打回猎物炖肉，他们就端着碗堵门骂街。我娘可不惯着二婶，来一次抽一次。至于我奶嘛，我娘让她进屋吃，吃饱可以，想抬碗打包带走，门儿都没有。宝儿，你们这大宅子可真气派呀！奶说等过了年，就在这空地上种上青菜。到时候自家现摘现炒，好主意！我娘说了，年后我爹再抓到活山鸡就不卖了，留在家里圈养着下蛋，比自家抓蒋达买鸡仔划算100倍。到时候山鸡下蛋，我和哥每天清晨都能吃上一枚香喷喷的大鸡蛋啦！宝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今天穿的棉衣可没打补丁呀！齐大丫，你立大功了，你立了天大的大功啦！啥功啊？鸡鸭喜食蝗虫与虫卵，若从此刻起全县发动百姓大量孵化养殖鸡鸭，待春季蝗虫产卵羽化之时，清出万千鸡鸭皇军，便能在蝗灾之萌芽处将其扫荡一空。大丫，你先坐着，我去找徐知县，咱们有救万人的大法子啦！宝儿，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今天脸没变花猫吧？大丫，你今天立了大功啦！等会儿晚饭让我娘炸香喷喷的五花肉丸子给你吃个够。炸肉丸，哇，宝儿你真好！奶，我思虑许久，想出一对付蝗灾的稳妥计策。咱们可以劝说官府出面，号召全县家家户户多多孵化雏鸡，饲养鸭子。待到开春时节，蝗虫虫卵陆续苏醒，幼蝗破土而出的时候，把成群的鸡鸭赶进各处农田。若是单凭人力捕蝗，费时费力，难以周全整片田地。可鸡鸭能够四处游走，钻进田笼缝隙，剿灭至黄卵幼蝗，从胡养鸡鸭养鸡管护庄稼之后，还能售卖补贴用，一举两得，百姓也不愿意配合。鸡鸭畜生最没有蝗虫来，放他们进了地里，庄稼先被他们给霍光了。奶，那是天毁地灭的大蝗灾呀！没有鸡鸭挡着，庄稼照样保不住。况且只要趁着虫卵刚孵化，庄稼尚未抽穗时放禽入田，不仅能保住庄稼，还能把鸡鸭养得膘肥体壮。话是这么说，可成千上万只增鸭，哪来的粮食去喂呀？今年大旱，人都要饿肚子了，哪还有闲粮去喂畜生？咱们自家办不成不打紧呀，咱们把这法子交给徐知县，他是全县的父母官，由官府出面筹措安排，定能办成。徐大人，我娘最近刚研制了特别香脆的炸五花肉丸子，宝儿帮您安排几道拿手好菜，尝尝鲜好不好？好，今日就听咱们宝儿小管家安排。徐大人，您查阅典籍信件，可曾想出应对大灾的法子了吗？京城好友回信建议改种大豆与果树，可果树不顶饱，大豆亦难充饥，谈何容易啊！徐大人，宝儿想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绝妙好法子，以禽制蝗。在明春2、3月蝗虫产卵羽化之际，官府出面召离全县至全府大肆孵化鸭苗鸡苗，待4、5月雏蝗刚出泥土，清出数万鸭子大军入田纵横扫荡。鸭最喜食蝗虫，一只成鸭一天能吞食数百只。如此一来，既能将蝗灾扼杀在萌芽之中，又能收获数万肥鸭充饥御灾。徐大人，这是天大的功德与政绩，您若抓住了，定能平步青云，直达天庭。宝儿说话向来极灵验，您可万万不能说我不行呀。你这小丫头，本官受教了。好，本官明日便上陈州府，拼尽全力干上一场。宝儿，你前世居然还在老式油坊打过工呢。那可不，榨出来的豆油能卖大钱，剩下来的豆饼渣人也能当口粮吃，味道香着呢。等把鸭子大军养起来，又能灭蝗，又能卖鸭蛋做咸鸭蛋黄点心。宝儿啊，咱们这些饭都吃不起的乡下人，真能吃肉喝油，还把这天毁地灭的蝗灾给破了。奶娘，你们就放心吧，等徐大人把榨油机造出来，这招定能成为救天下百姓的妙计。大人，这木质榨油机的构造当真是精妙绝伦，若真能榨出大豆油，那可真是救万民的大功德啊！本官好歹是个金榜题名的进士，
如今竟被一个4岁小丫头指挥得团团转。可偏生，本官心里竟没有半点怀疑，反倒对她佩服的紧。罢了，若能保下全县黎民，胡闹一场又何妨？团团，大冷天的，爷奶爹娘连根绿菜都吃不上，我独自在空间里吃鲜果，心里怪过意不去的。要不咱们干脆把随身空间的事悄悄告诉最疼你的奶和娘亲？真的可以吗？自然可以，但只许告诉奶和娘亲，知道的人多了，恐招来杀身之祸。哼，沈娘到底差着个字，宝儿这小丫头有啥好心事，到底只跟她亲娘亲奶说。宝儿，这些好东西是从哪儿变出来的？奶娘，团团有一片2亩多的锦鲤空间，我在里面种了好多果树和蔬菜，以后咱们家冬天也有鲜果绿菜吃啦。老天爷呀，天大的宝贝神仙手段！宝儿，听奶的话，这神仙空间的事，从今往后出了这扇门，对谁也不许再吐露半分，连你爹你二叔也不行，听明白了吗？宝儿记下啦，这是咱们3个的小秘密。宝儿，这神仙空间非同小可，咱们得立下死规矩，粮食在里面种着，10几天能收上一茬，咱们先囤着过明路。对，冬日里大雪封山，寻常人家吃不上青菜，宝儿空间里的鲜菜绝不能轻易拿出。等过2日，奶去城里打听打听，找个过明路的捎树。万事比不上咱们宝儿的安全重要，就算没有这空间，咱们一家也能把日子过好。团团，奶和娘亲这么严谨，那这空间里的好东西岂不还是很难大张旗鼓的拿出来吃呀？好啦，隔3差5能偷摸吃上鲜果绿菜，还能偷摸种粮救全家，已经比吃独食香强100倍啦！师傅，师姐这一回村，她爹娘会不会急着给她定亲呀？放心吧，当初师傅领她出来时便立了规矩，为参加3年后的刺绣大比钱，绝不许任何人插手她的终身大事。太好啦！2年时间，宝儿一定帮师姐想好对策。瞧瞧咱面色上。哎呀，老三这待遇当真是全家独一份儿啊！哥，你们就羡慕去吧。希望新的一年，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希望咱们老穆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希望三叔金榜高中。希望咱们一家能早日搬去京城开大酒楼。对，咱们一家早日搬去京城，给咱们宝儿寻亲生父母。本官在京城和州府为了灾情劳心砥砺，削瘦如柴。你们一家倒好，把天大的麻烦甩给本官，自己倒过得的红红火火、白白胖胖。徐大人辛苦啦，吃饱了才有力气干大事嘛。宝儿给您盛最香的大肉丸。对，就是这样。这处封严实了，咱们就能用果木烧火做焖炉烤鸭啦。看火候得用心，调面酱得用情。宝儿，这鸭子腹中脂肪不厚，烤出来能好吃吗？娘，虽然这鸭子不如北方甜鸭肥美，但只要火候掌控得当，挂上糖水皮，皮脆肉嫩，风味绝佳。再过几个月便是大蝗灾，咱们把这道美味做出来，叫徐大人推广去京城，不怕百姓不愿鸭子。嫂子，咱们这就点火琢磨，多试几回，定能练出来。奶，咱们一套卖1两银子。一两银子，一套50文钱买进来的鸭子卖1两银子。奶，我有将定宝拿得高高在上，方知养鸭做鸭乃是无上暴利。那些富贵商家才会趋之若鹜的收购鸭苗，百姓们自然乐意养鸭卖钱啦。这果木烤鸭之法精妙绝伦，若能推向京城达官贵人圈。徐大人，三叔早已将烤鸭秘方与10余道鱼肉菜谱准写得清清楚楚，请徐大人寄往京城各大酒楼换取高价。大人，全套菜谱皆已核验无误，愿助大人一臂之力，拯救万民于浩劫。好一个木匠！本官打造的老实木榨油机，不日便将在集市当众示范。如今再添这青城菜谱，防黄大计成矣。此乃天下第一绝味！我醉仙楼愿出1000两白银买下这全套鸭肉秘方，我武未斋出1500两。2000两，京城名酒楼竟破天荒抬出了2000两白银的高价！宝儿这小丫头，当真是本官的降世福星啊！